Hi everyone, this video is designed to be used with Language Reactor, a great tool for language learning that has the following 5 features. For a more detailed explanation on how to use Language Reactor, click on the link in the comment section below. If you wish to study with transcripts, go to our website store to have access to our entire PDF collection for one low price, as well as other inexpensive courses such as HSK 1 to 6, Anki flashcards, pocket-sized posters to study Chinese characters, as well as audio podcasts, street interviews, in-depth interviews, and more. A link to our store is below. 大家好，欢迎来到 Mandarin Corner， 我是艾丽。今天的嘉宾是目前为止我认识的在中国待得最久的外国人。他和他的中国妻子在重庆生活，有2个非常可爱的女儿，而且他还获得了中国版本的绿卡以及中国驾照。那么今天我们会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在中国的生活和工作经历，以及他是如何获得中国绿卡和驾照的。下面我们就有请他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詹姆斯，我就是在英国出生出长的，也在我家乡的莱斯特上的大学，但是装修的就是法语。但是有点可笑的是，我毕业了以后再也没有讲一句法语。那你会说吗？我会说，但是现在讲的不太好，是缺乏练习。可以教我2句吗？Bonjour, comment ça va？ 这什么意思？你好吗？哦 ，Bonjour。你来中国有多少年了？具体？我来了16年了。哇。但是这16年中有一段4年我在韩国那边生活了。所以你第一次来的时候是哪一年？2003年。哇，当时为什么会选择来中国呢？就是我快要毕业的时候，我没有一个具体的想法，以后我要做什么。我就是刚好在那一年，我看到了一份广告，这个就是英国文化协会教育处，就是 British Council。他们当年就是在招一些应届毕业生到中国去工作1年，边工作边去旅游，也是一种文化交流的活动。可是你为什么会对中国感兴趣呢？我必须承认，我当时对中国，特别是重庆，算是一无所知。但是中国就是一个就是伟大的国家吧，就是说在英国也有很大的名气，我就对中国感到特别的好奇，所以我一旦看到这份广告，我立刻就感到了兴趣，然后我就顺便申请了一下，然后就成功了。对啊，还是自己符合了条件，因为我就成功毕业了。然后我就在伦敦的，就是 British Council 的总部那边参加了面试，他们对我挺满意的，就顺利通过了。但是还剩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要派我到中国什么地方？那不仅有重庆，还有成都、广东、上海、北京、山东那边。参加面试的时候，他们就是问了我喜不喜欢吃辣的。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非常喜欢吃辣，所以就选择了重庆。其实我当时第一选的是成都，因为说我虽然对中国不是很了解，但是我至少是听过了成都吧。但是申请去成都的人太多了，所以他们就向我提议了，既然你有这么多人要去成都，你重庆愿不愿意去试一下？我说那好吧，我去试一下吧。那你来重庆是做什么工作呢？当了外教吧。你来重庆之前，对重庆的印象是什么？知不知道你将要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当时真的一无所知。我上了谷歌，就是搜出了一些照片呢，看到了人民大礼堂，还有些地方看起来挺漂亮的，就说毕竟重庆就是山城，所以第一个印象也是挺好的，看起来比较发达，就说城市很大。后来就是我也看了一个电视节目，就是一个
英国的旅行家就说开的节目，但是他是1981年就是来的重庆，然后看了他的视频之后还是觉得看起来还是有点落后，所以就说过来的时候还是有点紧张，我说到底会什么样的，我就是到了才知道。那到了重庆之后，你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就是觉得特别的繁华，很热闹，很好玩。第一印象也是当地人也特别的好客，很包容，很欢迎我。所以就说没过多久，还是自己感到特别的适应。但是你刚开始来的时候不会说中文的，对吧？那时候我刚来重庆的时候，我只会说你好吧。当时在重庆有很多人会说英文吗？我当时就说上班的重庆八中算是重庆一个比较高级的学校吧。那时候学生们的水平还是相对高的。我指的是本地人，就是如果你出去去餐厅吃东西，会不会碰到因为无法沟通而遇到问题？那一年经常有这个情况，特别是一旦离开了学校，就说因为学校的师生他们的英文都算可以的，但是一旦离开校区，肯定会遇到很多困难。最好笑的总是去餐厅吧。特别是火锅餐厅，因为他们给你开出的单子全是中文，没有什么双语版的。然后去吃火锅风险也很大的，因为就说火锅有很多外国人不太喜欢吃的菜吧，比如说鸭肠，就说脑花。脑花什么？对啊，就是很多奇怪的蘑菇啊。什么脑花？这是猪的脑袋吧？你吃过吗？吃过了，但是我吃了一次就再没有吃，我还是不喜欢。什么味道？这么说吧，还是觉得味道是可以的，因为他们放的佐料都很香。但是我心里面还是在想，我吃的就是脑花，这是脑花，还是自己感觉不习惯。肠子习惯吗？不习惯。现在会吃吗？现在还不吃，还是不吃啊？我就是说味道是可以的，就是他们放的佐料都很香，只是心理作用。但是这是一个心理作用吧。然后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毛肚。毛肚是什么？毛肚就是牛的肚子。对，其实这些也就是牛的胃脏吧。这些我也是不太吃的，所以有些名字我都不太熟悉啊。对啊，还有很多，还有就说猪的牙床那样，都是猪的舌头。对啊，还有牛舌那样的。但是当时我看不懂火锅的菜单，所以压力比较大的是，如果你点错了，你就会给你端出来，也没办法。你一个人去吃火锅吗？我都是要带一个朋友。我当时就是和2位就是英国朋友一起来的，所以我们经常就说见面，出去吃饭，就是我们都有这个共同的问题，就我们在外面点菜的时候，总是不太确定到底在点什么，然后我们也很难向就说当地人求助，因为当地人他们自然以为我们特别喜欢吃脑花。你是一毕业就来中国工作了是吧？差不多。可是你当时选的专业是法语。对啊。就是选这个专业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自己日后会做什么样的工作？是教英语吗？应该不是吧？其实没有啊。当时我唯一的想法就是先在中国体验1年，然后工作完了我就回到英国去发展。但是我来到了中国之后，还是觉得自己很适应。然后我来到了重庆之后，我也很努力的学中文，我觉得那第1年还是有一点点的进展。中国国内还有很多地方还没有来得及去旅游，所以就说第1年就说也变成了第2年。然后当然我也是解禁待了1年之后，我才认识了我现在的妻子吧。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其实我们是在火锅餐厅碰面的。好巧合。对，很巧合。对啊。说一说那一次是怎么见面的？对啊，所以跟这还是很有缘分的。是谁搭上的谁？是这样的，就是当时那家火锅餐厅的老板是来自台湾的，就是想向我的妻子炫耀一下，就跟他说那2位老外我很熟，你想认识一下，我给你介绍。老板就把他带过来了，就拿一顿餐他就陪我们一起吃。中间发生了什么吗？那时候他的英文说的比我的中文好很多，所以他跟我练了几句话吧。
就是感觉就是说对彼此的印象是挺好的。我们就是说吃完了，我们就要换了电话号码吧。然后我们隔了一个夏天，因为当时快要度假了，要放假了，放暑假。对啊，然后8月我们再联系上了，就从那时候发展起了。好快呀！这是挺快的。你们从见面到在一起，大概中间有多长的时间？差不多就是那段三个月吧。2个人算一见钟情吗？是的。是的。你喜欢他的什么？就是我觉得就很可爱啊。你们俩第一次约会是在哪里？就在磁器口。磁器口就是一个老镇吧，其实就是重庆一个很热门的一个旅游景点。就第一次约会的时候有没有发生什么好玩的事儿？最好玩的就是我当时带上了一个英国朋友，还带了个电灯泡。对啊，这就是当了一个典型的电灯泡。就跟我现在的妻子一起走路，他就是跟在后面，然后我们选了一个地方，好可怜，有点可怜。然后吃饭的时候，我们选的都是也是一个典型的重庆名菜，就叫毛血旺。毛血旺是猪血吧？就是猪血，就是说其实猪血我也不太喜欢，但是里面有很多喜欢的蔬菜，所以也没有什么关系的。他有没有跟你说过他喜欢你的什么？就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第一次见面就是没有说那么多，就是去认识一下。他之后有没有跟你讲他喜欢你的哪些方面？可能当时就说觉得我长得稍微好看一点的，就可能喜欢我的样子吧。因为你是西方过来的，然后你的妻子是典型的东方人，你们2个相处的过程中有没有因为什么文化冲突而产生矛盾呢？有时候是这样的，因为特别是就是对待对方的一些小方式。我就对我来说，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如果在西方那边就说耍朋友，就说谈恋爱的话，我觉得有更大的私人空间。比如说，要出去做自己的事。在英国那边，有时候你不一定要专门去打招呼啊，或者想到一定要把他带上去。这个我很快就发现，我觉得在中国，就说特别是这种跨文化的这种交往，就是彼此的关系就要密切很多，这不存在那么大的私人空间。所以我去哪里，一般我都早就习惯要打招呼啊，如果要见人，一定要把我的妻子带上。要不然，如果我不说什么就出去，这可能会感到伤心。他会生气吗？有时候生气，有时候伤心。有时候伤心。有没有什么文化差异是你第一次发现的时候觉得非常奇怪，而且很不能够适应的？有，特别是可能当时不经我的同意，就说要约我去做什么事。我记得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可能想秀一下吧，所以就说有时候带我出去，然后让我上一个舞台，然后唱一首歌什么的。唱英文歌还是中文歌？特别是中文歌吧。但是当时也唱得一般般，当时我的中文也不是特别好，还有加上我是那种五音不全的。你是吗？一个歌手，我唱的是很难听。你们会经常去 KTV 吗？近几年没怎么去，主要是由于就说家庭的关系吧，有2个女儿，就时间没那么多了。然后就说发现自己年龄也大了一点，因为我快40岁了。现在我觉得精力没那么多了，可能一般到了晚上8、9点钟要睡觉了是吧？对啊，到了晚上我不想我一定要出去，就说唱歌、跑吧什么的。所以就说我的生活习惯也慢慢的转变了。当你的妻子就那个时候还是女朋友嘛当她的朋友们知道她交了一个英国的男朋友，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样的？当然还是有一点点的吃惊。特别是我在重庆的头几年，就说外国人还算很少。我也就说03、04年，我可以走在重庆的解放碑那边，走在外面，就说还有很多当地人可能没有看过外国人，就觉得特别的惊讶吧。他们就会就说停在那个
停在当下吧，然后就说盯着我，当有人盯着你着我走过那样的，就说走到远处。当你走在街上，有人盯着你看的时候，你会是什么反应呢？会觉得很尴尬，还是会盯回去？可能感觉有一点点的尴尬，但是过了几个月我就习惯了，就说对他们笑一笑。我就发现，如果你对他们笑，因为他们就是对我感到好奇，就是没有任何的敌意什么的。所以习惯了之后，我就主动给他们打个招呼啊，挥一挥手，说声你好什么的，他们突然就会笑起来。所以这个很快就习惯了。他的父母当时知道你们在一起吗？可能交往了几个月，我就到他的家乡去了。他的家乡其实不是主城，在合川区，可能离主城可能有50-60公里左右吧。不算是乡下吧？不是，它是一个大城市吧？可能还是人口有100多万吧。如果在英国算是大城市吧，这是在中国可能还是不算大了。第一次见父母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场景？我就记得第一次去的时候。其实可能他父母有一点点的反对吧，其实你知道，在中国是很多父母他们喜欢给子女就说保伴，自己给他们选一个对象，所以他们本来其实他们对我现在的妻子已经有一个心里面还有一个对象吧。他们当时已经可能找好了相亲对象了。可能还没有完全谈成那样的，但是他们可能跟另外一个对象的父母已经可能早就在说这个事情吧。就是刚好，就说那一年他才是大学3年级，所以就说这样还没来得及谈成这个，所以我第一次去合川的时候，就还是没有让我们住他们家里面，但是他有一个，我就把他做带一个亲戚吧，还是对我很好奇，还是让我住在他们家里面，就是他们对我很热情，就说接待我，就说很好，带我出去玩，吃大餐。也唱了不少歌，但是也有些稍微认真、稍微严肃一点的一些场景吧。比如说他的父母很多家人，他们都围坐，根本就围过来了，然后问了我很多问题。当然也有很多他们担心的问题。其实他们担心的问题也对我来说有些奇怪的，因为他们当时问了我是不是来自英国的农村。但是我当时就说没有领略到，就说中国和英国对农村有不同的概念。在英国的农村那边，其实环境是很美，房子也大，一般就说人都有车子，还是生活比较富足的。也就是啊，但是当时我不知道，在中国是基本上就是相反的，就说人听到如果你说我来自农村。就有一点点带歧视的感觉，你是乡下的孩子啊。对啊，所以我当时就说，我说了真相，我就是来自一个城镇吧。但是我说城镇也有点像是农村了，反正我就可以这么解释了，就是英国的城镇是很美，就是很富足。当他们听到你是来自城镇的，他们有没有觉得有点失望？这个我不太清楚的，这个也有可能。还问了什么其他的问题呢？就是一开始有，特别是我的背景，我是不是就说大学毕业？这个也问了，但是他们最关心的就是除了农村是不是农村来的之外，就是我是不是已经结了婚，我是不是就说把妻子就说孩子丢在英国那边，就自己逃过来了。对啊。但是这个以后也好消除，因为在我们结婚之前，我们准备了一份单身证明，这个就是英国的领事馆开的，所以这个就说拿到了之后，他们完全就放心了。他们会不会担心你的财务状况？比如说问一下你的工作，你赚多少钱，可不可以养活你的妻子？到时候，当时可能还是没有符合他们最理想的，但是好在我当时很年轻，就是大学就毕业不久了。其实我当时的工资，相对于就说当地的水平来说是挺高的。外教师。对啊，我记得我第一年我的工资才3500元。是吗？但是我也可能也有其他的就说收入来源，因为比如说当时就是学校也让我
不是说下班之后就是让我去另一所学校去多补课，所以一共可能有5-6千左右吧，不错，那个时候还可以啊。但是当时我妻子的就是我的岳母就是跟我说了，就是当时他们2个的退休工资，还有他的亲姐姐的工资，还有他的姐夫的工资加在一起还没有我的高。是吗？所以还是放心把他交给我了。所以你们在一起1年不到就准备要结婚了是吗？这个主要是他岳母可能担心，我可能要离开逃跑什么的。这真的可能有一点这方面的担心吧。所以他还是有点就是说催促我们要早点结婚。我们认识的那第一天起到我们结婚没到1年半。你们这算是闪婚呀？有点像闪婚，对啊。但是他应该还没有大学毕业吧？他刚毕业了。结婚之前，你岳父岳母那边有没有要求你给彩礼，或者是提供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房子和车子这些？像嫁妆之类的。对，不是嫁妆，应该是彩礼。嫁妆是女方给你的。其实没有。好幸运啊。对啊，其实这个重庆、四川这块地还是跟北上广有点不一样的。因为我早就知道，可能在上海那边的很多女方有这一方面的要求，但是目前重庆、四川就没那么严重。现在都没有是吗？是不是完全没有？我还有点说不准。但是完全不是北上广那样的情况。你们结婚的婚礼是在中国办的还是在英国办的？在中国办的。婚礼是什么样的婚礼？这跟英国是很不一样的。我习惯的在英国的婚礼，就是你结婚证和婚礼就是同一天办的。英国那边的，一般很多人就喜欢那种浪漫主义的教堂式。然后你的婚礼仪式办完了之后，你就当场就说填表，办你的结婚证，然后就说还需要2个证人，他们也签字吧。但是一般在中国就是分开办的，所以我们提前办了结婚证。就是办结婚证也发现是出奇就是出人意料的简单吧。除了我的单身证明之外，我就交了我的护照，我填表就可以交了点费，然后拍了个照。不会问一些问题吗？也没有。好简单啊。对啊，特别简单。然后就说在婚姻的登记处那边没待多久，我们就带走了我们的结婚证。后来不久，我们就在他的家乡那边就说办了小婚礼吧，就是订了餐厅。你们的婚礼是什么样的？可不可以描述一下？就是在餐厅里面办的。然后就说订了几个大桌子吧，就是有很多亲戚啊，还有一些朋友。一个小主持人，然后他们就说给我们发很多祝福语啊，就是可能有些亲戚他们上台就说致一下词。基本上就这样了。觉得还是挺简单的。有没有什么风俗是跟你们英国的婚礼不一样的？有，特别是算命。我妻子的父母特别是哪一代人，他们特别的迷信。所以我们结婚之前的时候，我们对了八字是吧？对啊，我们提供了我们自己的，就说生辰八字。对啊，这是我们的出生日期吧。然后出生的时候是不是黑夜，是不是白天？你出生的时候是？他也看了我的那些手相。对啊，看我的手相，然后他们都跟我们说天上一对地上一双那样的一个结论。天造地设的一对。对啊。那婚礼的时候，你父母有过来吗？因为我们定日子的时候也是通过那个算命人，就是给我们算了一个，就是说一个吉日吧。其实我父母还有我的弟弟都过来了，就是那一天他们没有能够来参加，赶不到啊。对啊。你刚刚讲你在中国举办了婚礼，那么你们有没有回到英国再举办另外一次？我们现在没有这么办。但是这个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大麻烦。我们领到了结婚证之后，我们去了公证处公证一份，然后我们需要去国外办什么证件的时候要申请签证。我们提供一下就可以了。然后我在英国那边的家庭也不是特别大，我有一个弟弟，我有一个父母，
我的家乡莱斯特那边还有几个亲戚吧，所以我们还是没有感到特别有必要去英国办一次大婚礼。明白了。你们在英国是不是也需要领一个证？中国办的结婚证，英国那边的他们也认同。但是我们需要去公证。就可以了。我们去什么国家，不管是英国、美国，其他地方都可以。那么你妻子她也可以随时出入英国吗？她有没有英国的绿卡？没有，因为我们就是常住重庆这边的。但是假设我们有一天要移民英国什么的，我可以给他办一个移民的签证。但是我们最多就是1年1次去英国。所以我们给他办一个旅游签证就够了。明白了。你们现在有2个女儿啊？是。所以你的第一个女儿是什么时候要的？她是2008年出生的，我们当年就在韩国。你们什么时候去的韩国？我是07年到11年待的韩国。在那边就是我也从事了4年的教学工作。当时我在重庆八中工作了4年之后，我还是有点想，就是说改变一下生活模式。我们还是决定了要去国外，就是说去体验一下吧。当年是我的妻子特别的喜欢韩剧。我也是。我有几年我也挺喜欢，然后我学韩语的时候也看了很多就是说韩国的电视剧。所以就说07年的夏天，我申请了韩国京畿道一所那个高中。在那边工作2年，然后出来我们又换了一个地方，去了韩国京畿道的九里市那边又工作2年。你们俩是一起去的吗？一起去的，一起回来。那他当时去做什么工作呢？其实他当了一个家庭主妇，一个妈妈吧。因为我们就是在我们韩国的第1年，这时候他就生了第一个女儿。第一个女儿现在11岁了，但是她就是出生在韩国。她在韩国出生。那么在韩国出生，她会不会就变成韩国的孩子？这方面就跟美国不一样的，因为这美国的政策就是只要你出生，你合法出生在他们的就是土地上面，你就是当地的公民。但是韩国不一样的，还是需要父母一方是韩国公民。我明白了。但是好在就是可以凭借我是英国人的身份，他就办了英国的护照。所以我的第一个女儿她办了英国的国籍，但是我们的老二她办了重庆的，她办了上了当地的户口。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你当时是什么心情？就第一次做爸爸的感觉？当时还是很紧张吧，因为当时我完全没有当爸爸的经验吧。当然。对啊。但是我的岳母她提前从重庆过来了，这第1半年她是陪我们在一起的。然后在我工作我要出去上班的时候，她还是跟我的妻子待在一起啊，就帮我们倒了清酒。现在在中国有这样一个习俗，就是公公婆婆或者是岳父岳母可能会帮年轻一代人带孩子，在英国会有这样的风俗吗？其实有，但是不一定帮你带那么多。在我的弟弟是一个好例子。他们上学的时候，因为我的弟弟还有他的妻子都很忙。经常就是没有时间去接孩子放学的时候，我的父母都会就是说出来，就是要帮他们接到家里面陪他们玩，就说呢给他们安排晚饭什么的。有时候周末就说也会就说带他们过夜。暑寒假的时候，就是我的弟弟也忙，也经常也带他们出去玩。也其实他们比可能一般的就是英国父母带的更多可能。但是就说也不一定会像我在中国这样的，因为就说我的岳母经常跟我们一起住。同时也帮我们打理很多事情吧，就是有时候我们很忙的时候没有时间打扫清洁什么的，或者呢带小孩出去啊，做饭啊什么的，他也会就说主动就说想帮我们。然后到了冬天，他有点嫌弃这边的天气不好吧，因为知道这样重庆冬天有很多雾霾。就说天气有点冷。所以他就是喜欢到
外省那边，就是去外地去度过冬天。哦，他在外地是有一个家是吧？有，他在海南省那边，就是有一套房子，自己买的。自己买的。为什么会在海南买房子？就是那边的气候，更宜人吧，那样，特别是冬天。我知道，但是那么远的地方，怎么会想到那里去买房子？也不算远吧，或者你坐一趟2个小时的飞机就到了。我以为他是在那边有亲戚有家人才会去那边。其实没有。但是跟我们一样的，我们还是对海南那边挺熟悉的，就说多年来我们经常跑去海南，所以就爱上了那个地方。对呀，特别是冬天。那边冬天真的是很舒服啊。对啊，就是有阳光，就是温度有20多度吧，有时候27、28。重庆，你刚刚讲重庆这边很少有太阳，这一点冬你习惯吗？特别是冬天，说实话，我还是有一点点不习惯，可能就是说心里面会感到有一点点的那么压抑吧。是。但是我学过的一个方法就是，一旦你感到有一点点的压抑，还是可以出去旅游几天，去别的地方有阳光的地方。对啊，这不说我上个月我去了深圳一趟，在深圳惠州，然后就说我享受了就是3、4天的阳光。刚刚你讲的是在韩国住了几年啊？你觉得韩国跟中国就是跟重庆有没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生活方式是很不一样的。他们那边人是不是很喜欢喝酒？对啊，特别喜欢喝。女的也喝吗？女的也喝。你去了是不是也经常喝酒？我那几年还是相对年轻的，我20多岁，就说30岁出头的时候，可能我的酒量比现在好很多。我自己感觉我35岁以上，我就开始多注重保养这方面的。现在养生对，现在我喝的酒都特别少。但是我在韩国的那几年，我经常陪一些同事，去喝酒。那这一方面就是也跟英国很不一样的，不管是中国是韩国，就是说在英国那边的，比如说你在你的领导那样老板前面就说喝醉什么的，可能人会觉得有点不专业吧。但是这边就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有领导陪你出去，你就说你比如说你不陪他们喝酒，他觉得你不给他们面子，对啊，你不给他们面子，你不怎么尊重他们。所以你跟领导出去，你一定要喝醉是吗？对啊。你喝醉了会乱说话、乱打人吗？不会。那还好。其实我喝酒的时候就会变得稍微安静一点的，就是有点像睡觉那样的。这种是属于酒品比较好的。对啊。那你在那边沟通会有问题吗？你刚刚有讲你学了韩文是吧？你当时的韩文怎么样？就跟我第一次来重庆一模一样的，就说一句都不会说。但是我自己还是很爱好学外语，因为本来就是在英国学法语。然后又学了中文。对呀，然后就是当时也有当初学者的经验吧，所以我还是头几个月还是专攻了很多，然后第1年的时候就感觉自己也有了突破。所以然后特别是我在韩国的第2、第3年，我就可以更自在的、更流畅的跟当地人沟通。这么厉害。对呀，特别是我在韩国的第2所学校，其实就算是一个乡间的一个小学。那时候已经待了好几年了是吧？那时候在韩国已经待了2年，工作的第2所学校，基本上所有的同事都不会英文的，连那个英语老师也不会说。是吗？英语老师也不会说？说的比较差吧。所以特别是那2年，我韩文说的挺好。但是我从韩国出来以后，我再也没有什么讲，所以还是有点像我的法语一样的，已经退步了很多，不是完全忘记了，但是我不敢跟别人说我会韩文的。其实我们应该也有很多学生是来自韩国的。对，有很多，重庆有很多。是吗？对啊，韩国人很多。那你会不会经常碰到韩国人，然后跟他们交流2句？很少。我刚刚开始讲，就是我们有些学生呢也是韩国人，你能不能用韩文说2句，打个招呼？我也学一下。我试一下吧。안녕하십니까? 나는 제임스라고 합니다. 나는 영국에서 왔습니다. 한국 그동안 한국에 있는 그동안 많이 즐겁게 지내는데 어느 날
다시 한국어로 다시 가고 싶습니다. 反正我也听不懂， Yeah. 我只听懂了你说你是英 或 国人。者我就是说也来自英国，然后就说我在韩国过得很开心，希望一天可以再去哦，其实你看一看。你讲的时候还真的有点那个韩国人那个味道。是吗？是希望真的，吧。在你第一个女儿出生了之后，然后什么时候又要了第二个女儿？当时有打算要2个孩子吗？我们打算的是有一个孩子，所以第二个就是一个意外，一个惊喜吧，就这样说吧。你们2个女儿其实长得还是挺像你的，我看了他们的照片。都有点像我，但是最像我的是第一个老大。老大就说最像我。其实我第二个女儿还是觉得比第一个就是要中国很多。哦，是吗？一个像妈妈，一个像爸爸。对的，一个老二是我觉得还是更像她妈妈一点。2个小孩都在中国上学吗？我老二还是有点小，他差2岁了。所以他就在我们家附近上了幼稚园。老大已经在上，他上小学5年级。但是他上的不是国际学校，他就上一个当地的中国学校。他中文很好吗？对，说的比我好多了，对，完全就像个中国人一样的。在你们的家庭，你们主要的语言是什么？是中文还是英文？我跟我的妻子还有就是其他的中国亲戚讲的全是中文，我专门就跟我的就说2个女儿只讲英文。就是给他们练习英文。对，这一方面的他们只能就说完全依靠我。他们现在的英文是不是跟中文一样好？老大他的英文没有问题，他回到英国的时候，他跟他的爷爷奶奶沟通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他还是有那么一点点落后于他英国的聪明们。那肯定。对，但是这个问题也不是特别严重。就是你的大女儿，因为她是混血，长得还是不怎么像中国人。对啊。她在学校里面会不会得到特别的关注或者是注意力？觉得他上小学的第1年有点这样的，但是我觉得他的同学们早就习惯了，现在他就像其他的人一样，但是可能老师班主任给他施加的压力可能没有其他的孩子那么多，因为可能在他们心里面，他可能有一天要离开吧，或者他大了一点，他不一定会考中考、高考什么的。你们平常会让小孩子去上补习班呀什么的吗？有，但是我们不存在那种强制的。比如说我的大女儿，她特别喜欢画画，她也喜欢跆拳道。跆拳道。对，很喜欢跆拳道。还有一些其他的，就说是他也挺喜欢的。其实他也喜欢日语。我们也觉得有点好笑。他出生在韩国，但是喜欢日语。他特别喜欢日本的动画吧？原来如此。所以就是这些课，我们就在外面给他派一个班。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他一定要让他就说多补数学什么的，就说作文什么的，就是他感兴趣的就可以让他去学。对呀，其实我还是觉得他上学的时间已经比较长，因为一般他就是7点多钟出门，可能有时候晚上5点钟才回到家，所以就说看到他平时上学比较累的吧，我不想额外给他加什么压力。你觉得在中国养育一个小孩子贵不贵？我觉得这个年代是有点贵了。我记得我在重庆的头几年，这个小费不怎么高，但是感觉这5、6、7年，它是小费方面它是提高了很多。是的。对啊，然后学费也挺高的。像比如说我老二，他上当地的幼稚园，他的学费差不多是每个月要4000左右吧。每个月4000？每个月4000，对啊。好贵啊。对啊，是挺贵的。但是他们肯定也带得很好，在里面过得很开心。然后他接触到很多当地的小孩，觉得对他长期的社交能力，自理的能力还是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还是觉得这份钱还是值得付的。大家对英国男人的刻板印象有哪些？比如说就是可能有一点点的那种绅士的感觉，但是有时候自己很绅士，在重庆的时候不一定是一个优势。为什么？比如说有时候可能你还是需要大声说话呀，有时候你也需要跟人挤呀什么的，是不是？排队的时候，对吧？
如果你安静静的，就说等到你的机会什么的，对啊，你永远等不到。而是有时候你需要大声说话呀，自己有时候感觉自己也要去插队一下，就说争取一下。对，如果要咨询什么的，就是但是那种队很长的话，那可能还是要像当地人一样的，还是要走到前面，就是说直接去喊一下吧，你去问一下，情况呢，再决定就到底要不要排队什么的。你有说你的岳父岳母跟你们是有时候住在一起的？对啊。你觉得这个好吗？这个习惯吗？就是有那么多人在家里习惯了，但是他们也有一些，就说特别是这里的老年人，他们有一些习惯，可能西方人会觉得有点奇怪的。比如说每次过春节，他们就说他们有很多亲戚在乡下那边要送很多肉，然后带回家之后，他们要放那个晾衣杆上面的，就说就摆在阳台上面的。哦，明白，知道对啊，然后我也觉得。重庆、四川，觉得人也喜欢说话稍微大声一点的，因为这里的人很喜欢热闹。其实中国人。但是英国那边的，我们很喜欢那种平静、就是宁静的、安静的一个环境。一个环境。在家里面，就说我的家人要叫我谈一件事情，可能他们会走过来，安静静的敲个门，然后低声说话那样的。但是我在家里面的时候，比如说我在卧室，我的岳母在厨房，就说家的另一端，这不会这么做，这就会就说大声的，就说吼叫。那这个事儿还是觉得有点不习惯，不太喜欢。那你会跟他们沟通吗？说我不太喜欢这样子，可不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我觉得你住在中国，这个就没有什么办法，你只有自己去适应。我其实前面有问到你啊，就是四川有一个很出名的词叫耙耳朵，你听过吗？听过了，对。你能不能解释一下这个词的意思？对啊，耙耳朵这是耙，就是四川话中意思就是软，所以就说耙耳朵其实就是软耳朵。其实我觉得这个有它比较戏剧的一面吧。但是也有一些方面，就说是实实在在的，比如说特别是管钱这个问题，这般我赚什么，我就交给他，然后我有什么需要，他就给我转回来那样的。那家里的大小事情也都是他做主吗？还是你们一起参与？其实我们的关系没有不存在那么霸道的一面。就是有很多事情，可能我自己的性格比较随意吧，所以有很多事情我如果不特别在意，我就让他去，就是我做主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有一件事，可能我自己的意见比较大，那他还是可以接受我去跟他商量。有必要的话，他也会给我让步。那据你的观察，你觉得四川的女孩子跟其他地方的女孩子在性格上有没有什么区别？很多人就说来自四川盆地的女孩子是辣妹吧，就像就是这里的辣椒一样的，她们的性格很火辣那样的。你指的是急脾气吗？我觉得是这样的。那么你妻子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脾气？其实我妻子大部分时间她表现的是很温柔那样的。但是很偶尔他就是也会出这个稍微火辣一点的。可能生气的时候就会发脾气啊。你对你自己的中文的评价是什么？我觉得应该算是高等水平吧。我早在2006年，我初次考了 HSK 汉语水平考试的高级考试，第6级。其实是9级，我当时考的是旧版的 HSK。不是6级是最高吗？那是新 HSK。对，就 HSK 都是1到11级，然后9到11级算是高等水平。你刚开始来中国的时候是怎么学习中文的？最开始我采用了这个方法。我当然选了一本书，这是一个初学者的中文书，但是我从一开始就觉得有点无聊，都就是黑白页吧，然后里面的内容比较枯燥吧。我当时自己最感兴趣的有2种，一个是大山的节目，就是 Mark Roswell 的 Communicating in Chinese 交际汉语。他全部的节目我从第1档就是看到最后一个节目了。
另外，我当年就说你知道 VCD 那些视频的光盘就说很流行，知道。然后就是03、04、05年就说重庆到处是那种盗版的 VCD， 然后所以我把很多买下来了，就说一张碟子才2、3块吧，我带回家就说放出来，然后你知道很多流行歌曲，不管是周杰伦、刘德华、张学友那样的，然后我就采用了这一个方法吧，就是我一句一句的把它给听了，然后我一个字一个字在我的手机或者在纸质的词典中就是找出来了。一开始的时候有没有学拼音？也学了。最开始看拼音有些地方又不太了解，特别是比如说 ZHU 和 JU。这些发音的区别，但是一旦掌握好了，还是觉得是一个比较可靠的一个学习方法。你一开始就学汉字吗？对啊。你会不会觉得很难？因为汉字跟罗马字母还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但是我觉得学中文最需要坚持的阶段就是初学。我觉得就是你一旦就说打好了中文的基础，就会变得越来越好。但是你如果身在中国的话，其实有很多汉字会经常看到，比如说你在外面逛街的时候，那些就说标牌啊，就说广告语、招牌、广告语什么的，就是会重复的，就是看到同样的字样吧。所以这样就说你会发现自己很快就会背很多。但是我还是最开始还是很喜欢学歌曲这样的一个方法，因为就说一首歌如果觉得好听的话，可以就说反复的去唱出来。但是最喜欢哪一首歌？最开始还是很喜欢周杰伦一些曲子吧，比如说哪一首？东风破那样的，会哼两句吗？青花瓷那样的。会哼两句吗？谁在用琵琶弹奏一曲东风破？不错，还说五音不全，可以。对，唱的很不好。你大概学了多久就可以简单的去交流了？我觉得我在中国住了1年之后，那些最简单的就是可以跟人沟通交流。但是我的词汇还有语法方面的还有很多缺陷吧，还有很多没有学到的。还是感觉我在中国住了5、6年左右，我才是更自如的、更流畅的能够跟人沟通。然后这5、6年之后，我又发现了自己一些问题，就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特别是我的就是声调。因为就是说最开始我对中文也不熟，所以对我来说中文的色声就像那妈那样的，所以对于我们外国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对，都一样的，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但是我觉得我想给观众的一个最大的点子就是你从一开始要非常注重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头5、6年是没有重视这个。所以还是觉得那时候有时候跟人沟通也会发现他们听不懂我说话。有没有因为声调不准的原因而发生什么尴尬的事情？这个很正常。但是可能对方比较礼貌吧，他们不会这么去嘲笑你什么的。有一些最典型的，比如说那熊猫。比如说你的声调不对的话，也可以说我喜欢你的胸毛那胸毛。对啊，这样的事就是很正常。有没有说过一次，就是我喜欢这里的胸毛，然后被人听成了胸毛？肯定有。但是也会发现当地人不怎么纠正你。就算你说出一个很可笑、一个很好笑的一个错误，一般他们不会有什么反应的。你觉得刚开始学习中文的时候，什么是最难的？听说读写？肯定是写作比较难，但是同时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乐趣。比如说可以练一下书法什么的，所以虽然有点难，但是学习的过程也特别的开心，也觉得特别的激动吧。
但是最大的难题，我觉得还是自己说话。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原因，就是最开始就没有重视中文的四声的声调。然后我觉得后来我也发觉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中文说话要说的单调一点的。因为你知道很多欧洲，就是说北美洲的语言，他们那种感情的表现比较丰富吧。是啊。所以就说我觉得我有很多年，我说中文就是这样说的是来，你好，我来自英国，我是詹姆斯，我30多岁那样。但是我就是通过就说长期的就说有意识的锻炼，就说把我的表情给压平吧，然后尽量每天不管说什么，就是肯定要减少你的那种感情的表现。有没有发现听力很难呢？尤其是在四川。对啊，这不是重庆有重庆话、四川话，然后就说还有很多稍微年长一点的，特别是老年人，说有的老年人根本不会说普通话。如果你说普通话，他们能够听懂你，但是他们不会说回复的呀，他们就跟你说当地的话吧。还有很多人，他们说的是一种混合物，有点叫川普话。对，你能听得懂川普话吗？现在我听得懂。他们有哪些特征？一个是声调不一样的，比如说，比如说我自己的重庆话说的比较烂吧，可能我会说的不对吧？比如说要说上学，可能很多当地人会跟你说上学，那不就是重庆话了吗？对，就算重庆话，其实很多单词跟普通话很相似吧，但是音调不一样的，还有口音。他们会不会故意的将语速降慢，就是讲慢一点？凭我自己的经验，我觉得没有这样的事。就是我觉得在重庆或者在中国，中文学很好的外国人比较少。所以他们就没有多少经验，就说给外国人说的清楚一点，或者把语速放慢一点的。所以这个也是我头几年觉得比较困难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就算我当时的水平不是很高，但是当地人跟我说话的时候，就会像正常一样的一个语速跟我说话。但是这个可能也恰恰帮助了你去加速你的听力，因为你经常去听。对啊，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听不懂的时候，一定不要感到灰心什么的，再不要觉得要丧气什么的。一定要就是说保留自己的自信心。你听不懂的时候会装作听得懂吗？以前我就是我头几年就是我经常有这样的事。是为什么会假装听得懂？因为就是觉得有点尴尬吧，就是也怕就是把我们的对话突然打断中断什么的。那对方会感觉得到吗？他知道你可能在假装听得懂。我觉得有时候不会的。也就是如果我不表现出来，就是我没有听懂的，他们就继续说下去。继续说吧。对啊，就是其实我有很多年是这样装过去的。你觉得有一个中国妻子会不会很大的帮助到你的中文能力？我的情况就是确实帮助我了不少。但是这不一定，因为这也有很多当地的女孩子英文说得好，那些英文说得太好的，他们交到一个外国的男友，或者跟一个外国人结婚，他们就是一定要让他们说英文。如果有发生这样的情况呢，可能有一个当地的一个女友，一个妻子呢，不一定会起到什么作用。确实我知道我在重庆认识一些其他的英国人。他们也是跟重庆那个女孩子结了婚，在这边住了10多年，但是他们差不多，不管是重庆话是普通话，他们一句都不会的。对，他们还是习惯就是每天都说英文，然后他们跟岳父母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很沉默的过日子。那你的妻子一开始的时候是跟你讲英文的，对吧？最开始我的中文比较烂吧，比较简单。所以那时候他就是讲英文居多的，但是就说随着我的中文慢慢的就说提高了，提高，
就是说讲英文的时间也相应的降低了。对对。你一开始学习中文的时候，完全是自学的是吗？差不多吧。或者我没有专门参加什么培训班，也没有上过课，没有找中文老师。为什么没有去请过老师教呢？以前就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学了法语，虽然就说有很多课，但是我本来就是很喜欢独立的去学，我想用什么教材就用什么教材，也就是不喜欢就说可能有一位老师在专门要求我这么去学习。所以我来中国就自己发掘了一些就说学习的方式，那所以除了 VCD 之外，就说我也发现了一看杂志吧，也就是 Crazy English，我用了很多年，就是疯狂英语阅读版。反正他们原文是来自国外的吧，但是他们的中文译版译的特别精确吧。所以我有很多年，我就是专门通过就说对照，就说中英文，就是学到了很多中文的语法。这么做有点枯燥，但是我可能自己的意志力还是挺强的。你有专门去学习语法吗？没有。也没有，就是自己发掘的。那你很厉害，因为我觉得你的中文讲的，我没有发现太大的什么语法问题。谢谢。可能偶尔会有的。这个也让我就说想到，就是最开始我还是买了几本书。特别是初学阶段的看完了，就是基本那些学中文的书，但是我一直觉得还是有一点点的枯燥，可能内容还是有点乏味的，就是没有什么学起来，就觉得兴趣不是特别大。后来我还买了一本书，就是专攻就在中文的多音字，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学中文的一个第三个难点。第四个难点是成语。但是就说多音字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你怎么去学习多音字呢？可能我重庆搞了3-4年之后，我才开始就说注重这个问题，就像声调一样的，就是最开始我没有重视。可能当时如果我有一位老师，中文老师，他可能会就说叫我多重视这个问题。就是我发觉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专门买了一本书，是很厚一本书，然后就一个字一个字的去分析。哇，好刻苦。对啊，是有点刻苦。但是我总是觉得，就说一旦能够学好，然后你出去你跟当地人沟通，就说派上用场那样的，还是觉得自己心里面的这种收获的成就感是很大的。你刚刚也讲到成语。你现在的成语量怎么样？觉得是很好。现在肯定学了几千个吧，反正那些日常生活当中所有出来的，还有新闻上面出来的，基本上都能听懂。你现在的口语水平其实还是算是很高的了啊。你觉得你是通过什么方法达到了你现在的水平？也就是长期跟家里人，还有一些当地的朋友，就说练口语。都跟他们说，然后好在我周围的人就说其实没有很多英文很好的，所以我主要的朋友圈都是讲中文的，我微信上面的大部分联系人都是中国人，然后我发一条信息什么的，也发一条朋友圈全是中文。你有没有刻意的让自己进入一个全中文的环境，就是刻意的去交一些中国的朋友，走进中国的圈子？对，其实我最开始也很刻意的就说去这么做，虽然还是有点辛苦，可能有时候有一点点的隔离感，因为就是你经常听不懂周围人的话。但是这个也值得，然后就说如果这些朋友们对你好的话，他们也会帮助你啊，多给你解释啊，说慢一点的。那还好。所以就还是觉得，如果你想就说达到一个很高的口语水平，你还是要勇于就说进入一个就说当地的一个圈子里面，就说减少你用英文的机会吧。对。你现在认识多少个汉字？这个有点难算出来。
但是我估计吧，应该有7、8千左右吧。哇，那算是很好的了。反正日常生活中看书的时候、看报纸的时候，基本上我都认得到了。我现在就是我目前就是说学中文的主要方式就是看很多英国经典小说的中文版。因为就是可能那些作者用的语言比较深奥吧，比较复杂。所以就是你看译版的时候，肯定会出现一些陌生的，就是说生词，可能一些就是说不熟悉的一些说法，然后我找到了之后，我就打开我的词典，就说专门查出来。我们的观众其实大多数都是正在学习中文的学生，如果说他们想要来中国学习中文，或者是来中国生活顺便学习的话，你觉得你会推荐他们去什么样的城市？其实我觉得都没有关系的，但是一定有一个回答的话，我是这个看法。所以如果你是短期来中国，那我还是可能建议你去一个当地人，就是就是讲普通话为母语的一个地区，像东北那样的一个地方，或者深圳那样，深圳有很多外地人，所以主要的语言不是粤语，就是普通话。但是如果你是像我一样的，可能也来中国生活至少1年，我觉得你去什么地方就没有太大的关系了。重庆，说很多人喜欢讲重庆话，但是年轻的一代，对70后、80后的，一般他们都会说普通话，然后看到你是外国人，一般他们不会跟你说当地的语言。汉字其实有分简体和繁体啊，像香港、澳门还有台湾等地，他们用的是繁体字。是的。你觉得大家应该学哪一种比较好呢？还是2种都需要学？我觉得你生活在什么地方就学到，对啊。所以我一直都没有长期就香港、那港澳台那3个地方，所以对我来说，那个繁体字没有太大的用处。觉得在这重庆你还是很少会看到。其实这2种就是繁体字、简体字我都学过了。你为什么学习繁体字？主要就是最开始我学的是那个 VCD 那个视频的歌曲吧。周杰伦是台湾的。对啊，但是不管是大陆的还是港澳台的，一般他们中文的字母全是繁体字。好像那个时候是对。然后可能从视觉的角度来看，可能繁体字可能有的比较美，可能好看一点的。但是从实际的角度来说，还是我确实觉得简体字比较容易。对呀，就是要容易很多，像节约时间。也就是说有很多字，汉字可能笔画就说减少很多了。其实你学了很多种语言啊，一开始学了法语，然后母语是英文，现在中文也学得很好，还学过韩语。那当你在比如说跟你家人沟通的时候，会不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忽然间不知道怎么样去说这个英文单词了？因为你太习惯讲中文了。我偶尔有这样的情况，特别是有一个复杂一点的英文单词，如果是我是有2-3周没怎么讲英文，可能会突然发现有一个字也想不起来，可能要花几分钟才会想起。第一想起来的是中文字吗？有时候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就是一个老习惯吧。在一开头的时候，我有讲你获得了中国的绿卡，还有中国的驾照。那现在我们就来聊一聊，好的，到底什么是中国绿卡？中国绿卡其实不叫中国绿卡，是叫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以前像个绿卡一样的，好像就是2017年之前，他们发的就是有点像一张绿卡一样的，但是不像当地人的身份证，就是除了一张卡之外，就是没有什么作用。但是从2017年开始，这个就改变了，他们就开始给外国人发身份证，里面就说嵌入了一个就说刻度的芯片。可能前1-2年，其实我也没感觉到有很大的用处，因为我去很多政府的机构啊，或者其他的地方，比如说，我去通讯社，就说去中国联通什么的，我要办业务，
或者我要入住一家酒店，他们刷我的卡的时候，他们的系统都没有更新，还是要凭就是我以前的护照，所以我以前为这个事情也很头疼。最头疼的还是火车票。是。因为就说以前有很多程序啊，那样去哪玩，还有就说火车站的就说自动那个取票机，他们也没有更新。所以你护照又不能取，对啊，只能去人工窗口。对啊，但是要排，每一次排队肯定有时候要排1个小时，那个队很慢。而且如果没有很提前去的话，可能会错过你那一班火车，是吗？就是啊，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根本不敢那个买火车票了，因为知道就说去取票就很头疼。但是这个事情我就是近1-2个月才解决了，因为其实这个事情我一直在上面去哪儿玩那些平台，我在反映，我的外国人的身份证用不了，然后他们就是前几个月才就说给我答复了，他们就答应说这个事情要给我处理。是你的身份证没有更新，还是他们的系统没有更新？他们的系统没有更新。就是认不到那些外国人，因为我们外国人身份证的身份证号不一样的，跟当地的不一样的。因为就说中国的身份证就是一大串数字，但是英文。我们外国人的就是前3位就是字母，就是我们国家的代号。现在这个问题就得到解决了，现在我可以用我的身份证去订火车票了。对，我前2天坐高铁的时候有注意到，现在有一个特别的通道，就是上面会写中国居民就是拿身份证的，然后香港的，还有就是外国人永久居民的身份证。终于更新了。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刷身份证进去了，不用取票了。对啊。拿这张证还有其他的好处吗？还有啊，就是出境的时候，就是不用填表了。可能以前你要填写一个入境表啊，一个出境表、出境卡那样的一个文件。现在很方便。现在你就直接出示身份证和护照就可以通关了。那它这张卡的有效期是多久？10年。但其实我这个有外国绿卡、外国人身份证的，就说这个资格是终身的，是永久的。获得这一张卡，它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拿到这张卡的外国人并不多，可能还低于1万名。所有加起来是吗？对啊，全国范围内。对啊。但是奇怪的是，他们的要求也不是特别的高，也不是特别的高。我自己的情况，我是凭借跟当地的就说女孩子就说结婚这个资格去申请的。基本的要求就是你结婚了5年以上，然后你连续在中国住了5年，这5年的每一年不得低于9个月。可能因为这个问题，可能有很多外国人。可能达不到这个要求，因为他们想要出去。比如说他们回国待个，就说3-4个月，就没办法了。就是你这5年你要从头算起。除了这些要求之外，你还是要去提供一份简历啊，还有面试。还有一个奇怪的要求，就是你要冻结，就说10万元。你要冻结半年。为什么？我不知道。然后这个证件办了之后，你还要去公证。所以还是有点麻烦的。可能有些个别的，就是说文件有点繁琐，然后他们还要求你办一个自己国家的一个无犯罪证明。然后还有去公证，然后还有带去中国大使馆去认证那样的。所以可能特别是存款。还有无犯罪证明，这2个要求有一点点的繁琐，比较花时间。因为你要去各个地方去跑啊。对啊，但是除了这些要求之外，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难的。你觉得为什么大家说这么难呢？因为你刚刚也有讲了现在拿到这张卡的外国人低于1万人啊。对啊。然后后面你又说其实也没有那么难，你觉得为什么大家认为这么难呢？很多外国人都这么说。其实这个问题我也说不准。可能就是像我这样的外国人不一定那么多。其实还有1-2个其他的要求，因为他们也要看你是不是你的条件怎么样啊。所以比如说你参加面试之前，你要就说也证明肯定有自己的房子吧。要有房子是吗？
不是一个硬要求，但是如果没有的话，他们可能觉得你在中国不够稳定那样的，不一定会颁给你的。哦，外国人可以在中国买房子吗？好像不行，但是如果妻子有，可以给让配偶有的话，这个也算。所以你们在重庆有买一套房子是吧？有，你们很早就买了吧？也有前几年吧。但是全部在我的妻子的名义下。重庆这边的房价会不会很高？相比在英国的话？在慢慢的跟上。最开始在中国的时候，就是重庆的房价特别便宜，就说04年差不多就在2-3千块，就是一个平方米，这个也算是那些比较中心的地段吧。但是近2-3年，就说也感觉到，就房价在往上涨，对，也涨了很多。好像现在的平均价格差不多就是每平米可能接近2万元左右吧。那你们很早买的，对呀，就很幸运。对呀，可能买的时候才8-9千左右吧。你刚刚有讲到在申请这张卡的时候是需要面试的。要面试。面试是用中文进行的吗？这个可以选择，是吗？如果不会中文的，就是一般他们期待的就是你跟他们说英文。所以不要求你会中文。对，不存在这样的要求。然后我有另外一个英国好友，他在中国重庆也住了很多年，但是他不会中文的，所以他参加面试的时候说的全是英文。他拿到了吗？他拿到了。但是他申请的资格有点跟我不一样的。因为他是这种通过那个工作性质，因为他本来就是科学家吧，因为他这是一个就是博士那样的。面试的时候他们一般都会问什么样的问题？其实他们问的就是很普通的问题啊，就是教了我自我介绍一下呀，我为什么要申请绿卡？我就跟他们说，我觉得光凭签证的话，还是觉得在这里长期居留的那种资格没有保障那样的，所以拿到绿卡，我觉得会很放心在这边住很多年。但是其他敏感的事他们都没有问啊，没有问就是有什么就说政治意见啊什么的，这些都没有提到。所以这个面试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对啊，是挺简单的，然后也挺轻松的。然后就说我们在出入境那边就说面试我的，就说2个警官，就是穿了便服那样的，然后就说也很友好啊，就是反正没有让我感到这是一个很就说严苛的一个考验什么的。拿到这张卡的人确实很少。当你拿到了这张证的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很开心。特别是就说拿到这张卡的人也那么少。觉得自己很特别啊。有一点，但是我也不经常也就说秀给人看什么的。反正开心的原因就是自己可以少很多麻烦，就说生活要方便很多。我长期这边就是更有保障。下面我们来说一说你拿到的驾照吧。这个驾照难拿吗？对我来说不是很难，因为我本来有一个英国的驾驶执照。这里的规定就是你如果持有国外的驾照，你可以免去在这边考路考。是吗？对啊。那考驾照的时候一定要会中文吗？没有这个要求。主要的难关就是文考。就是你要去可能当地的车管所，然后就说要参加一个电脑的考试。他们题库好像有1500道题左右吧，都是中文。其实有很多语言的，反正你申请参加文考的时候，你可以提出这样的要求。我有很多朋友说参加了，还是过了就是英文版的，但是他们都给我反映，就说有很多问题，就说译的不是很到位吧。但是我自己考文考的时候，可能为了挑战自己，还是选了考中文。难吗？所以如果你能够顺利的看懂中文，就不是特别难。我第一次参加文考的时候，我一点准备都没有做，
我就直接去考了中文版，考出的就是78分，算是及格吧。90分，就是一共有100道题，但是这100题当中你要答对90道，所以你没过。第一次没过，但是我事先没有做任何的准备吧。然后大部分的题就是靠常识那样的吧，就比如说比如说你在斑马线什么的，有人在过路，你该做什么？就是你要那很简单。对啊，你要向前冲啊，把他们压死嘛。你要不要开窗？你骂他们一顿啊，叫他们快点。有这样的选项吗？我说的稍微夸张一点的，就是有点像那样的。然后第3或者第4项都是你要耐心等待，然后他们过完路你就冲洗。对啊，就是大部分的题型就是这样的。那还挺简单的。但是我第一次失败之后，就是我上了一个中文的网站，就叫一点通。反正他们跟车管所的题库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的就说提前复习一下。对呀，就是你要重复的在网上考，然后就是你一旦能我基本上每一次都能达到90分以上的时候，你再去考。所以好像我第2次去考文考的时候就考出了92分。不错，那算考过了。对啊，这个拿到了之后，你要做一次简单的体检，然后把你的资料就说交给车管所，他们就给你颁证了。在中国一些路牌应该都是中文吧？对啊。那如果说一个不会中国的外国人去开车的话，他怎么看得懂路牌？应该有困难吧？有一点，但是我觉得也不是特别的重要。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知道怎么走。比如说有一条实线，你一定要就是留意不要越过那样的，要不然就是还是要扣分，就说罚款那样的。你有被扣过分吗？扣。对啊，这几个月是扣了9分。那快没了。就是，这不幸好就是我的妻子不开车，所以扣的是她的。你觉得中国人的开车习惯跟英国人的开车习惯有没有什么不同？我感觉是英国那边的可能稍微更懂得礼让吧。其实我觉得这重庆这主城里面可能人的驾驶习惯是可以的，是比较规范吧。但是我觉得礼仪方面的还是有一点点的欠缺。比如说你要变道，就是旁边就是没有足够的空间，他们肯定不会让。肯定他们要向前冲，就是不然你变道那样的。那你也学会了这一点吗？对啊，这个应对的方式就是我一旦就说我打了那个方向灯，我不再等。但是如果你下区县的话，那些比如说国道什么的，就是有很多货车，或者很多当地人可能没有上牌照的一些，就说驾驶员可能要多一点。所以一般来说，我就是在主城里面开车，或者去区县的时候多开高速公路，那样的话就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上国道什么的，去那些小镇，可能也要稍微乱一点点。在网上呢，偶尔会看到一些关于中国人会花钱去找别人去代考驾照，这个你有听说过吗？听说过了。还有其他的方法呀，比如说也可以直接的贿赂，你的考官。现在可能吗？觉得现在应该没有这样的事啊，所以感觉就说几年前，特别是交通那个安全那个方面的，他们管得越来越严。所以我相信现在就不存在这样的事了。这样也好，更安全一点。是。你现在是有车的对吧？是。你的车是中国牌子还是进口的牌子？怎么说吧，是外国的牌子，但是工厂中国制造，在中国制造的。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中国的牌子就是车的质量可能不是那么好。你觉得在中国可能买得到好车吗？买得到，我也觉得，就是中国的品牌，就是这几年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吧。我也有一些，就是说在重庆的外国朋友，他们开的是这样中国产的车，他们给我反映的就是车子的功能什么的都没有什么问题。然后跟外国的品牌不一样的，他们也会实惠很多。所以像我开的，我觉得质量也是很好，
但是付出的价格也要高很多。那你觉得在中国拥有一辆车很贵吗？除了买车的钱，你还要上保险，还有油费这些。确实挺贵的。还要买自己的停车位。那说如果你把车子丢在路边，也有很多交警要跟你都说贴那个违法停车罚单那样的。所以你在你所在的小区。你还要去购买，就是一个专门的车位吧。那现在一般车位都要花15万元左右吧。这个是买下来是永远的吗？可能也有年限的。但是给你好几十年吧。在中国交通还是比较便利的，比如说我们有高铁，是城市里面有地铁，然后现在叫滴滴也非常方便。你觉得有必要去买一辆车吗？觉得属于我这样情况的人，还是需要购买一辆车。虽然那个重庆已经开通了好几个地铁线，但是呢，不是那种四通八达的水平。然后当地的公交车有时候我也不是特别的喜欢，因为比如说重庆的冬天比较冷，夏天特别的炎热，有时候有下雨呀什么的，可能也要在外面就说等在汽车站点也不方便。是。有时候就说上下班时间，就说车子也特别的挤，所以还是觉得自己有一辆车出行，还是觉得要方便，要舒服很多。你会推荐外国人来重庆生活吗？肯定的，我觉得，如果你想学那样中文的话，就是在重庆的外国人也不是特别多，在旅客是比较多，但是常住这边的没那么多，所以还有很多就是学中文的机会。然后重庆跟其他的城市不一样的，就是说重庆也特别的美，就是有山有水。山城。这是山城，就是说你去很多地方，就是说有特别美的景色。就说你去山上，就是有很多山庄。重庆现在也是一个很繁华的一个很先进的一个城市，所以你会觉得什么都有，在自己国家有的东西，你会发现这里什么都有，差不多。就很方便。对啊。你家人有没有来过重庆？来过了。他们喜欢这里吗？喜欢。特别是我的父亲，我父亲的性格很像我，很喜欢去接受新的事物。我其他的亲戚虽然可能有一点点的水土不服，但是他们对重庆的印象同样也是很好。那最后的话，能不能介绍一下你现在做的事情？因为我知道你有一个博客网站嘛，能不能介绍一下你那个网站？可以，或者我在这边工作了，就是生活了，工作了很多年，对重庆这座城市就是也比较深入的了解。自己也很爱好写作，所以我就把这些方面融合在一起，就开了自己的博客。你这个博客主要就是写关于重庆这边的生活，是吧？就是以重庆为主题的。特别是旅游、文化、生活、定居。如果对这一方面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他的博客。对，非常感谢，希望就说大家喜欢。那我们就期待下一次的见面了。好，拜拜。拜拜。